前几期节目当中，大象做了一期关于日本祖孙三代悲剧乱伦的节目，一家三代像是着了魔一样，陷入到一种循环往复的悲剧当中。其实当时写文案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突破了我对人伦道德底线的认知，但没想到的是，节目还没过去一周，发生于2023年7月份的一个悲剧事件。在今年的6月4日，于北海道札幌地方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之后，7月1日第二次审理侦结，北海道无头男尸案迎来了终极大反转。这个案件之所以会受到全世界民众的高度关注，不仅仅是因为自案件被曝光的那一刻，这个案件当中，不管是变态关系的加害者一家三口，还是有特殊异装癖好的被害者，以及经历无极反转后仍迷雾重重的案件情节，从加害者到被害人，无一例外的都被吸进了人性卑劣的阴暗面。似乎围绕着这个惊涛骇浪的无头男尸案，时至今日也都不曾消停过。如今案件迎来二审过后的终极大反转，一切看似意料之外的变态女癫狂之举，似乎在她精神科医生父亲的反讽之下，变态女为什么一定要割下对方的头颅，剥皮挖眼，割舌头，制成标本娱乐家中，似乎又都变得那么的合乎情理。说它是近10年来日本发生过的最为离谱、炸裂且恐怖的刑事案件，估计也不用再加什么之一了。看完这个案件，我想你会和大象一样，不禁会问出这么一句话：人类啊，你到底是个什么生物？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变态到如此程度？鼓励大象，马上开始。大家好，欢迎收看万象奇谈，我是大象。本期节目内容是由万象城的家人多百名推荐制作，为了让对案件还不熟悉的朋友快速进入剧情，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整起事件的来龙去脉。2023年7月2日下午3点刚刚过的时候，日本北海道札幌保野附近一家名叫芒草的情人旅馆2楼202房间一直没有退房，也没有续费。前台的工作人员提醒客房部的同事前去查看，顺便打扫下房间的卫生。收到提醒后，客房部的工作人员松岛祥太反复多次敲门，仍无人应答的情况下，他用房间的备用钥匙打开了房门。就在他观察完房间，准备转入卫生间的时候，祥太看到了令他后悔一生，想忘却再也忘不了的情景。202卫生间被鲜血浸泡的浴缸里，躺着一具头已经不知去了哪里且赤身裸体的无头尸体。已经被吓得六神无主的祥太立即给部门领导打去了电话，部门领导在立时报警后拨打了急救电话。这里有必要和大家交代一下，事发地芒草酒店位于北海道札幌保野地区，这里是北海道有名的红灯区，它与我们上期节目中提到的日本东京歌舞会町以及福冈中州并称为日本3大红灯区。这里聚集着全日本最为开放的餐饮业场风俗酒店，以供夜晚空虚寂寞的游魂们寻欢作乐。通过酒店及周边道路的闭路电视以及酒店方提供的信息，死者的身份很快就被查了出来。他叫朴仁志，现年62岁，是札幌本地一家装修建材工厂的普通职员。已婚的朴仁志与2名成年子女以及妻子住在一起。案发前一天，也就是2023年7月1日晚上10点半左右，朴仁志与一名虽然经过乔装改扮，但还是能一眼看得出来是女子的同伴一同进入了事发地202号房间。当时该名女子戴着一顶黑色的宽檐帽子，黑色的口罩，还拖着一个黑色行李箱。前台的工作人员回忆，大晚上的，由于客人装扮得很怪异，因此还多看了他几眼。由于酒店地处人员结构比较复杂的红灯区，什么乱七八糟奇装异服的客人经常出没，前台的工作人员也都见怪不怪了，所以他也没太放在心上。但戴帽的客人身形明显娇小，这还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个小时以后，也就是当天深夜，2023年7月2日凌晨1点半左右，这名女子又回到了前台。这次她没戴帽子，也没戴口罩，除了依然拖着那个黑色的行李箱，她还换了一身衣服，身后背上多了一个背包。她同前台的工作人员说：“我先走了。”还没等工作人员反应过来，便头也不回地朝酒店大门迈去。直到7月3日深夜11点，朴仁志的家人一直等不到朴仁志的消息，妻子、女儿和儿子无一人知晓朴仁志去了哪里。朴仁志的妻子说：“
丈夫虽然以前也有在外过夜的情况，但很少有不与家里人打招呼就消息全无的失去联系。于是朴仁志的妻子走进了札幌警局，递交了失踪件。熟悉案件的朋友都知道，这个案件之所以在全球引爆炸点，那是因为无论是案件的被害者还是加害者，处处都透着一股诡异的恶臭味。这个恶臭味包括生理上的，更包括精神上的，时时刻刻考验着人们的伦理悲情承受能力。首先是身首异处的死者朴仁志。前述有提，朴仁志在札幌本地的一家装修建材厂工作，在客户与同事的眼里，朴仁志是一位工作非常认真负责、做事踏实勤勉的中年好男人。说起朴仁志，同事与客户们都会竖起大拇指，交口称赞，无一差评。但是故事的第一个炸裂点来了，日本警察通过多方探寻，查阅多路监控视频后，结合朴仁志自己的手机内容，一个完全不同，似乎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朴仁志，直接炸翻了屏幕前的警察们。视频和照片里的朴仁志身着女装，妆容精致，神情轻佻且极富挑逗性，这与日常生活里的朴仁志截然相反。似乎这个化了妆的朴仁志更能让其显露本性。自从朴仁志的女装照片曝光以后，第一波剧情就被日本网友们推向了一个小高潮。什么一个白天为家庭尽心尽责，只能在夜晚夜色的包裹下才敢做回自己，释放真我的悲情中年男大姐的形象，在日本网友们的脑补下悲情上演。就这么一来二回，在日本网友的推波助澜之下，朴仁志立誓马上的成为 LGBT 性少数人群被性迫害的典型代表竖了起来。就很应景的是，当时日本正处于为 LGBT 性少数群体声讨决议法案的大舆论环境之下，朴仁志也就当仁不让的成为这个法案中别有用心之人手里的那把刀。只是当真相被披露的那一刻，这些人应该不会感到太尴尬的吧？毕竟脸皮够厚的话，尴尬的永远是别人。当然，大象这里没有任何贬低 LGBT 人群的意思，我的意思是想说，当真相还不确定的时候就断下论点，是会有很大被打脸的风险的。包括朴仁志的这次女装炸点也不意外，日本警察很快的调查出，如果朴仁志是所谓的 LGBT 性少数人群，那么和他开房间的不应该是男人更合理一点吗？为什么遇害当晚会出现一个拖着行李箱的女人呢？还是说他们之间有什么特殊且不为人知的癖好？很快，超出所有人认知想象的第一次反转出现了。警察们调查得知，朴仁志在他经常出没的夜场里并不太受到喜爱，甚至可以说还有些让人讨厌。熟悉朴仁志的人一致认为，朴仁志并不是 LGBT 性少数人群，更谈不上是什么男大姐，他就是单纯的喜欢穿女装，或者说穿女装只是他的一个伪装手段。他压根喜欢的就是女人，而且特别喜欢年轻的女孩。他的性取向就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男人的性取向，穿女装出没各大夜场，也只不过是方便他向年轻的女孩们下手罢了。好嘛，这波吃瓜网友们立时被打脸的速度着实来得太快太狠。本来以为是个男大姐悲情为家隐痛偷生的故事，没想到立马变成了老色鬼为色变装的恶俗情节。虽然有些出人意料，但也很快说通了朴仁志为何以女装之姿与一个女人开房的真正原因了。不过日本网友的想象力也因此得到升华，但也很是烂俗。于是第二波反转剧情开始上演，什么婚内出轨惹情债，被情妇恶性报复，断头取脑让其无法超生，还什么情妇很可能是做皮肉生意的风尘女郎，是个认钱不认人的惯犯也有可能。但事情往往就不会按网友们的常理出牌，还没等网友们的脑补情节补充完整，朴仁志的真面目就被札幌宝野红灯区夜场的黑名单揪了出来。多家夜场的工作人员告诉警察，朴仁志在宝野红灯区夜场圈的口碑非常差，已经上了多家夜场俱乐部的黑名单。因为朴仁志总是打扮成中年女性的模样，对俱乐部里的年轻女孩们动手动脚，甚至持续纠缠。俱乐部的客人们对他投诉率一直很高，久而久之，宝野多家俱乐部都不约而同地对朴仁志实施了黑名单的管制措施，明确拒绝他入场消费。当然，他也不消费，他打扮成女人的模样，就是为了躲避俱乐部的门票消费金。俱乐部的工作人员基本都是一致性的认为，朴仁志打扮成中年妇女的男大姐模样，就是为了在心理上强效降低女孩们对他的心理防范，挑过了很多试探拉扯的时间，能够
让他快速得手。这一招屡试不爽，朴仁志通过此招得手不少。当然，故事进行到这里的时候，日本警察们还都是迷雾重重，没人看得懂朴仁志到底都经历些什么。只是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个女孩，让所有人都惊得目瞪口呆。2024年7月1日晚间，札幌宝野一家夜场俱乐部上演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夜场派对。光鲜亮丽、衣着性感暴露、妆容精致的朴仁志曾多次出现在参与派对年轻女孩的手机相册里。期间，一个明艳动人的年轻女孩与朴仁志频繁出现在派对现场。俱乐部的监控探头也拍下了两人似是热情交谈的情景。似乎两人并不是第一次见面，从开始到一起离开俱乐部，两人都在热情高涨的兴奋情绪里。这个女孩是谁？她与出现在酒店里的那个女孩是不是同一个人？她为什么大半夜的要拖着个行李箱与朴仁志前去红灯区的酒店开房？4日凌晨1点30分的时候，先行离开酒店的他又去了哪里？最让日本警察感到困惑的是，在酒店待了3个小时以后，他身上怎么就多出一个背包？背包里面又装了什么东西？莫非是那颗消失的朴仁志的人头吗？很快，以上所有疑问都迎来了第3次的急速反转。7月24日，北海道警方公开宣布，确认宝野无头男尸案的2名嫌犯已经被捕，他们分别是29岁的札幌本地居民田村流奈以及他50岁的父亲田村修。7月24日当天，北海道警察也在他们家的浴室里找到了受害人朴仁志消失的那颗人头。警察发现朴仁志人头的时候，部分组织已经严重腐烂，眼睛被人挖了出来，放在浴室的一个玻璃器皿罐里，皮肤部分也被强制分离，舌头也被割下，放在另一处的玻璃器皿罐里。朋友们，是不是已经让人感到一阵强烈的不适感了？ No， 这才是哪跟哪啊！最恶劣也最恶心的部分还没开演呢，稍后我们详细讲解。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出现在酒店事发现场的女孩田村流奈。田村流奈自高中时起就开始拒绝上学，有很长一段时间，她只窝在家中，拒绝出门。表面上看，她是一位一般意义上的精神问题青年。邻居们反映，似乎有好长时间都没再看到流奈，都是她的爸爸妈妈们帮她打理一切。上次看到流奈，我都忘了是什么时候了。但就非常讽刺的是，田村流奈的父亲田村修，居然就是札幌当地非常有名的精神科专科医生。在患者和家属的眼里，修不仅是一名非常少见的好医生，他更是一位性格非常好的医生。患者和患者家属都非常愿意和修交流，因为修总能站在专家的角度，像家人一样给他们一些心理支撑。画面上出现的这栋小楼，就是田村流奈和父母居住的独栋3层的小楼。单从外观上观察，田村流奈的成长环境应该是相当不错的。如果说流奈会沦为做皮肉生意的风尘女，我想是怎么也不能说服您的吧？或者说，田村流奈踏足了朴仁志的婚姻，成为一个知三当三的小三，当晚因感情问题盛怒之下杀了朴仁志。故事到了这里的时候，似乎日本网友们的脑洞已经开到无法完美缝合的程度。也就在这个时候，日本媒体对田村家奇怪的报道又把案情朝着更为恐怖的方向脱轨开大。田村家的东西多而杂乱，泛滥成灾，到处的乱摆乱放。打开田村家的大门，他们的家门口就诡异地摆放着好几个保温冷冻箱。田村家的邻居们向警察反映，他经常看到修站在大门口吃便当杯面，不进去也不出来，就这么有时站在门口，有时又蹲在门口。熟悉田村家的邻居和他打招呼的时候，修好像有重重的心事一般，不愿意开口说话。很快，日本警察还查到田村修和死者朴仁志一样，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爱好，只是田村修喜欢克隆 cosplay 自己喜欢的某外国乐队的主唱，并毫不吝啬地展示在自己的 INS 页面上。朋友们是不是有点感觉了？似乎某种神秘的反转之力又开始在日本网友那里蠢蠢欲动了。莫非与朴仁志有感情纠葛的是田村修，女儿田村流奈只是在父亲的威权逼迫下听了话的从犯？很快，日本吃瓜网友们的观点在田村流奈爷爷那里得到了数据支撑，田村爷爷给出的版本就更能得到广大民众对朴素认知里的受害女性的强势同情。孙女田村流奈遭到朴仁志强奸，没有悬念的又一次的反转发生了。2023年3月，田村流奈在札幌的一家俱乐部玩耍，邂逅了一位开朗健谈的大姐。
耐不住大姐的热情邀约，刘奈和大姐去了附近酒店聊天吃饭。但等进了酒店的房间，大姐突然变身成了大哥，还二话不说地强奸了刘奈，并且还拍下了刘奈的裸照和影片，并逼迫刘奈说，当他想玩的时候，刘奈就必须出来陪他玩，否则他就会把影片散播在互联网上。遭到强奸的田村刘奈精神状态差到极点，在父亲善时利导的宽慰之下，刘奈把事情告诉了父母。原本父亲田村修已经与朴仁志达成协议，从今往后朴仁志不会再骚扰刘奈，但仅仅过去1个月的时间，朴仁志又多次找上门来要求再见刘奈。这也就是为什么田村家的邻居们为什么总是在田村家的大门口看到田村修总是端着个杯面，或蹲或站的吃面的原因了。田村修在时刻注意着朴仁志的踪迹，一旦出现，他就会急速上前，要求他不要靠近自己的住所，否则就会报警或动武。事发前1天的白天，也就是2023年7月1日，已经忍无可忍，愤怒的情绪到达顶点的父女2个决心要干掉朴仁志，一了百了。父女2人开车去购买了作案时所用工具。晚间10点的时候，由田村刘奈出面，在俱乐部去引诱朴仁志，把他骗到了情人旅馆的房间里，说是要和他玩些刺激的活动。确实够刺激的，直接刺激的要了他的命。次日凌晨1点30分左右，取到朴仁志首级的田村刘奈上了在外等候多时的父亲田村修的车里，并回到了家里。截至目前，似乎这个版本的反转更能满足人们对于疼爱女儿的父亲为年轻女儿讨回公道的道德想象。但事实的真相真是这样吗？可以肯定的是，起码在今年6月4日第一次开庭之前，超过80%以上的日本民众基本都觉得这可能就是事情的真正原因了。但谁都不曾想到的是，即将到来的终极大反转会是如此的炸裂难耐啊！其实就在田村爷爷的强奸说被大部分的日本民众所接受的时候，中间穿插过一个更为荒唐的说法。有电视媒体分析说，会不会是当时走进酒店的时候，黑色行李箱里就藏着田村修和一些作案工具？因为一个身材娇小的刘奈要独自一人取下朴仁志的首级，属实有些困难。但从事精神科医生的田村修却有相关的专业背景，似乎更为容易成为案件的主刀者。而且熟悉田村修的同事透露，田村修曾主修过外科医生，后因晕血问题转而求其次当了精神科的医生。支持这一说法的还有一个天然条件，作为精神科医生的修熟知日本法律，由他作为主刀者，但安排有精神病例的女儿刘奈认罪伏法，这在法律上可以大大降低一家人被法律制裁的风险。即使女儿被判刑罚，作为家中顶梁柱的田村修依然可以在女儿出狱后继续得到很好的照顾。然而很快的，在 HBC 北海道放送的最新几期案件跟进的节目里，田村爷爷的强奸说在6月4日的第一次开庭审理后，就啪啪啪的被打翻反转了过来。莫不说行李箱是否能装下1.7米多的田村修，就算能装下田村刘奈，想要拖动近200斤的行李箱也太过吃力。酒店的监视里很轻易的就能观察出刘奈的拉箱动作明显要轻松很多。田村修在今年1月以证人的身份出席庭审，他首先向死者家属鞠躬致歉，表示虽然难以用言语形容，但我做了无法挽回的事。他说，接女儿回到家中的当晚，女儿向自己表示那个大叔的头我带回来了。直到这个时候，他才得知女儿已经铸下大错。他担心报警后女儿会立刻被逮捕，认为此举等于是背叛了患精神疾病的女儿。随着田村修在法庭上不断深入的陈述，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真相浮出水面，终极大反转强势上演。案发前1个月左右，常年无业赋闲在家的田村刘奈去夜店找乐的时候遇到了朴仁志，两人一拍即合的到情侣酒店开了房间。事后刘奈发现朴仁志在没有任何安全措施的情况下就与自己发生了关系，因此刘奈非常不满。为了取得紧急避孕药，当时他还与父亲一同前往诊所。之后田村刘奈非常愤怒地与父亲一起找到朴仁志，并约定了下次再见面的时间，并提出要成为女王玩游戏。之后他让母亲田村浩子去买游戏工具，并和父亲一起练习。
周刊文春的报道指出，田村流奈的父母当时也有不祥的预感，曾主动要求朴仁志不要与女儿见面。但7月2日凌晨1点半接到女儿的时候，只是以为女儿玩得开心回来了，没曾想回到家的女儿突然对自己说：“我把大叔的头颅带回来了。”田村流奈在家中浴室里摘下了死者的眼球和舌头，还要60岁的父亲田村修录下全程。出庭受审的母亲田村浩子否认了检察机关对他称为同谋犯的指控。浩子说，他看到那颗头的时候，他已经出现在家中的浴室，他并不知道女儿会犯下大错。报道提及，刚开始的时候，田村流奈是要求母亲拿着手机对自己的解剖手术做详细记录的，但母亲浩子对着如此血腥的场面实在无法坚持，所以才改为父亲田村修继续拍摄。田村修也表示，女儿强迫他拍摄头颅被破坏的视频时，我想阻止也没用，非常担心责备女儿后会导致她的精神状况更恶化。田村指出，他曾考虑过让女儿到精神科住院治疗，但女儿犯案前的状况其实不符合现行强制住院条件，只能作罢。值得一提的是，田村流奈将摘出的右眼放入一个玻璃瓶，还向母亲展示，要求母亲欣赏他的佳作。对于母亲不积极配合他表演的态度，田村流奈非常生气。6月4日庭审现场，母亲田村浩子的证词也进一步佐证了田村流奈的这一变态人格。田村流奈与父母存在扭曲关系，他在家内拥有压倒式的最高地位。田村浩子称，夫妻二人一直非常纵容女儿，甚至扭曲至父母如同奴隶一样。浩子只称，女儿田村流奈性格孤僻，几乎不与外界来往。流奈把父亲称为司机，父母则敬称女儿为大小姐。流奈甚至要求母亲田村浩子签署了一份我是奴隶的誓约书，放在家中客厅。母亲浩子对此也没有反抗。浩子曾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指，因为太不正常，所以对女儿什么也说不出来，不能责备，也不能承认，什么也说不出来，我实在受不了，所以抱着求救的心情叫丈夫拍摄。然而作为家中经济支柱的司机父亲，却绝不能住在家里。田村修有好长一段时间只能在网咖里过夜。庭审现场还曾发生过一些小插曲，比如刘一认为自己患有严重的多重人格分裂症，当时犯案的人并不是他自己，但这一观点似乎没有被法庭采纳。作为精神专家的田村修对此也没有做任何支撑性的证言。日本检控在法庭上强调，田村流奈的杀人计划早在2023年6月18日就开始对死者心生怨恨，便开始策划并实施了此次的杀人计划。他更是将死者的尸体当成玩具一样满足自己的欲望。田村也证实，很早之前他就发现女儿有严重的心理问题，他总是很喜欢出入能喝到人类眼球的特殊情趣的酒吧，并对人体有浓厚的认知兴趣。就很炸裂的是，一个精神科专家医生的女儿患有严重的精神问题，因为偷情对象没戴套就心生恨意，直接取其首级要其性命。节目最后咱们一起看看死者家属对亲人遇害后的反应，也很让人玩味。死者的儿子反应还算正常，他说爸爸被斩首，头部还遭疑凶包皮。日媒后来又刊登疑凶的主张，觉得父亲先后被谋杀了3次，他无法接受爸爸被如此残忍的手段杀害。朴仁志的妻子就让人看不懂了，她说她3-4年前就知道丈夫会穿女装到红灯区玩，也会外宿，但从没料到他会卷入杀人事件。当警方告知在宝野寻获了朴仁志的遗体后，他原想凭死者脸部认尸，但警方告知遗体没有头后，他开始哭了出来。但他坚称朴仁志是位好老公、好爸爸。目前田村流奈面临着谋杀、遗弃尸体等罪名指控，60岁的父亲田村修面临着协助杀人及辅助弃尸的罪名，61岁的母亲田村浩子则被控弃尸和破坏尸体。不知道这是不是最终结局？这起从一开始就无极反转的案件，是否还会再次迎来它更为出乎意料的反转？我们稍安勿躁，坐等日本法院的终极判决。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今日之果必有昨日之因。以上，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记得订阅万象的频道。平安喜乐。